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IDS 智慧安防杂志，我是戴云。哇，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单元，这个单元叫做安防制造引擎。这个新单元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在安防产业当中包含像制造实力啊、品牌影响力都相当一流的顶尖品牌。今天第一集，我们马上呢就要来介绍到全球顶尖监控的领导品牌安讯式 Access。那我身旁这一位呢，哇哦，超级荣幸，我们直接邀请到了北亚区的总监江佩瑜 Jessica 总监来到现场。谢谢。哇，总监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嗨，大家好非常荣幸我们在你们这系列是排第一集，不过选得相当好，当然要选全球第一名的，没错，来参加这第一集的专访。大家好，我姓张，我叫 Jessica。我是 ASIS 北亚区的总监，那我负责的区域包含了中国、台湾、南韩、香港，还有澳门。那首先呢，就请 Jessica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安讯式 Access 这个品牌啊。好，我想只要在安防界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 ASIS 那最主要是 ASIS 成立在1984年，那我们其实一开始是做 IBM 的 server，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在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跟成熟性我们在1996年我们发明了全球第一台的网络摄影机。那对，其实很久了1996，对，1996年。那我们其实1984年成立公司，我们去年是全球我们整个 ASIS 的 family， 我们在庆祝40周年。2025年呢，其实我们是迈向了第41年，这相当难得那如果我们看1996年，我们发明了全球第一台网络摄影机，我们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就翻转了整个监控市场。我们从在过去的类比市场那在过去我们大概花了10年、20年的时间，我们把类比市场的网络摄影机翻转成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市场应该是99%以上，大家都转成了我们所谓的网络摄影机系统。所以我觉得 ASIS 在41年前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是不会当这个产业里面的龙头宝座啦。中间这41年有什么重要的里程碑吗？就像我说的，其实我们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还问过我们的founder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其中一个founder叫做 Mr. Martin Grant， 他其实还在公司他现在是担任一个顾问职，但他是技术背景，所以我们常常会回总部的时候，回我们瑞典隆德的时候会找founder聊天。那他就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做 IBM 的 Print Server 起家那后来他们就有一天，其实这故事蛮有趣的。有一天他们去拜访了我们一个在日本的客户。那日本的客户呢，他说他库存呢就有一些这个类比的摄影机，就想说你们可不可以想一个有趣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销这些东西然后他回来之后，因为他是我们都叫他相当聪明的一个founder，所以我们非常的 proud 有这个founder在我们的公司。那他后来就回去找了几个研发做一个脑力激荡活动，然后呢就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间点跟这个突然这个客户的询问下，我们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就出来了。我觉得96年是公司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我们把这个世界第一台的网络摄影机推到了市场，发明了出来，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接下来，因为其实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出来，它跟类比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对战时刻因为你可以去想象，就是在这市场100%都是类比，那在整个市场其实大家并不是这么的开放嘛那你网络的这个精神进来之后，表示这个市场要慢慢被打开所以我们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做市场的教育，我们在做 channel 的发展那所以在我还没提到，就我们founder其实他一直在成立公司，就是我们有3个founder其实他们就认为我们的 business model 我们不能够direct，我们要做这个 channel 的发展
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的精神就带进来了。所以 ASUS 如果你去问每一个知道 ASUS 公司的人，大家一定都会说我们是 2 tiers model， 所以我们是走代理商，再到下面的系统集成商系统整合商，然后再到 end user。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 business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从 business model 定了，那96年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出来，我们就开始进攻了嘛，进攻了。那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2009年其实 ASUS 推出第一台就真正的 Full HD TV 规格的摄影机出来之后，其实它是真正开始带领翻转这个市场所以因为在 HD TV 这个，因为它的它的真正的 HDTV 的规格出来之后，其实它跟类比的影像造成了极大的差异。那在这中间可能有类比，它也出什么 HD Analog 之类的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大家会看到，当你迈入了一个里程碑之后，其实你的技术不断的严格，就慢慢就真的就会就是后浪推前浪那另外就是因为 ASUS 我们也是一家，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相信我们要有自己的芯片我觉得在现在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其实芯片主宰一切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决定我们要有自己的芯片去做整个影像分析处理能力所以我们叫 APEC 我们在今年已经launch 第9代了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我们有 APEC 而且我们不卖所以其实这是 ASUS 整个技术发展的核心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个研发的发展，所以我们每年大概有13到15% 的我们的整个资金会投注在研发上面所以我们相信唯有这个 chipset 的增进，那它能够驱动我们在整个安防市场的发展。所以如果里程碑，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 Light Finder 就是我们台湾叫做寻光者寻光者这取起来其实蛮可爱的那什么叫做寻光者其实你可以想，就是我们过去在摄影机其实在黑暗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它可能有一圈一圈的那个红外灯嘛对不对？但其实它也没办法看到彩色的。那寻光者厉害的是它会让你眼盲变成眼睛视力很好对，所以它其实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革命性的改变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寻光者是大家对于一个 IP 这个网络摄影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里程碑因为它打破了大家过去惯性，他们就是大家认为说摄影机出来的影像应该就是如此，你大不了更清楚一点但其实不是。所以寻光者出来，它可以让你在一个相当黑暗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常说它借着月光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景象所以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创新技术，让 IP 摄影机在这个网络监控的市场上往前更迈进一步对，所以这个如果你说里程碑，我相信这几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在业界大家应该都听到就是白平衡那白平衡就是有光直接照嘛那我们的白平衡就是它能够去吸收那个光害，然后你就算背光，一般我们照相不是绝对不能站在光那边对不对？因为你脸会黑嘛对但是我们技术它会吸收，然后让你正常的影像呈现出来对，所以很多什么时候可以用在手机上放在美颜所以我就说我们很多是一些从小的地方出发但是当我们告知客户的时候，客户就会跟你一样说哇对就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就是一家公司它能够用它研发的实力去解决这些听起来很小但是其实你可以去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在做的那除此之外，可能主持人有看到我们现在喇叭在这边就有客户曾经问过我，他说你们 ASUS 很有趣就是你们在卖摄影机慢慢卖了好多年了，10几20年，你们就想要卖喇叭了你们喇叭就出来了而且我们的产品出来不是说可能去贴牌求快嘛贴牌或者是说我们去先搞一个出来再看市场反应，不是。其实 ASUS 蛮可爱，我一说 ASUS 有点像欧洲的日本我们有一些职人精神
所以我们会坚持，就是说我们的东西在送到客户面前的时候，它是一个100% 完美的产品。所以我们一直说品质很重要。那 quality is everything， 这是我们的 slogan 所以我们对于客户是有一个产品品质的 commitment，一个承诺的。所以就算新产品推出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品质水准，我们再推到客户面前。所以我们除了做摄影机，我们音讯系统我们也做。那我们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门禁系统我们也做。那我们现在连穿戴式的这个设备我们也做。对，就因为我们先从一个监控开始想，但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就是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更聪明还有更安全的世界，这是我们的愿景。所以其实总监刚刚不仅是跟我们聊到从品牌延伸出来技术，其实我觉得也谈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品牌核心竞争力。那其实 Access 就是全球的领导品牌，所以在国内外都有众多的对手。是的，在面对不同的品牌，就想要请教总监 Access 的品牌竞争力在哪里呢？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谈，我们所谓的价值，我们要卖的不是一个产品我们要卖的是一个价值。什么叫做卖价值？其实很虚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我才真的去告诉自己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价值其实 Access 我们一直是说为的开放那我们的开放呢，我们在我们的摄影机上面，我们叫有一个 ACAP 叫 ACAP 的平台，我们是开放让所有有兴趣软体开发商，你有兴趣在网络摄影机上面去开发这个软体的，你都来。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们说一个 program 我们就是召集这些软体开发商，只要你有兴趣学我们免费教学，你就可以在我们的摄影机前端去放你的这个软体。那这也联系到现在所谓的 AI 了就是智能摄影机。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摄影机在过去的摄影机，它就是有一双眼睛有些还是近视眼看不清楚的我们是那个1.0的眼睛之外呢，现在我们的眼睛还装了一个脑袋它除了帮你看，它可以帮你做分析好，那这也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市场竞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另外一个价值呢，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的成本，我们希望能够去教育这个市场所谓的成本计算。好，因为对于 Access 来说，我们就是我们不看单一产品的价格，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对于客户来讲，他不是只买摄影机，他摄影机买完，他要有网络，还要有 server 还有伺服器，他尤其你还要开冷气开冷气让他就是要维持这个环境的温度嘛。所以我们常在说，我们必须去教育我们的客户就是说你在买一套系统的时候，你不可以只看单一价格，你应该要看总体成本。所以在我们的品牌价值上面，我们会让我们的客户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能够认同跟相信，而且他们真的能够都享受到我们在创新上面带给他们整体成本上面的优势。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神奇，我们说这是一个像魔术一样的一个技术，叫做 Zip String。Zip String 是什么ZIPSTREAM 这个技术大家很少听，但这真的很神奇我举例，比如说它摄影机，我在拍一个火车站很大嘛，因为它的广角很大。那其实我最主要我要看什么？我要看月台的人跟火车进站，对不对？但他拍下去之后，其实他还拍到什么？他还拍到后面的广告看板。广告看板一直在换广告，对不对？其实他需要的流量蛮大的，因为他在跟动嘛。其实这个我根本就不需要。对。那或者是你看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其实我只要看停车场就好，但你不能避掉上面的天空。那这个我不需要看的，天空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所以呢 ，Zip String 功能呢，它就会把天空，我们来举例，天空的这个帧数往下降，所以天空看起来不大清楚，但它要的停车场是非常清楚的。它会有什么结果？它会帮助我们的客户节省品关，节省后端它的伺服器需要的这个容量。
所以我们一直在教育市场的是就是如果你只买摄影机，你不买系统，那你可以去看价格。但如果你要看的是整体系统的，你整体成本的花费，还有未来电力电力的花费，那请你看整套系统你的成本是什么。所以回到我们的品牌价值，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诚实的公司我们不想去骗客户。我们常常说，我们只想卖给客户他最需要的东西。我们不要去跟客户说你要买我最贵的，因为什么不会。我们说那你这样你就选择这些。所以因为客户他会相信我们，那我们给他的配置，他能够用我们说最有效的成本去达到最大的效益。对于 ASUS 来说，其实我们好多年了，我们现在台湾都在谈 ESG，对啊，对不对？ASUS 应该谈10年了，而且我们持续在每2年我们会出一个 ESG 的我们的报告，所以我们在所谓的永续发展上面，其实 ASUS 是尽心尽力。我觉得这应该可能北欧国家他们非常的着重在这一块，所以我们的新的办公室大楼也是绿建筑，在总部所以永续性对于客户来说，现在在谈节能减碳嘛，对不对？而且现在所有大企业都在谈 ESG， 因为我们着重在琢磨这一块很多年了，我们有相关的经验，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客户之外，那相信跟我们合作的客户对于 ESG 这一块他们可以放心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网络安全就是我们说在产品之外的另外一个是网络安全。其实刚刚我们谈到 AI，我们谈到 IoT 所有东西都联网的时候，网络安全非常重要。对啊，其实只要问每一家企业的 IT 主管，你现在问他，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真的是网络安全。所以网络安全对 ASUS 来讲，我们是网络出身的，网络起家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产品上面，对于 cybersecurity 的重视，真的是他牌没有办法追上的。所以这个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做我们叫做更安全的世界，就是当我们的解决方案让使用人感觉很安全的同时，他在用我们的产品也会觉得很安全，因为我们帮他在网络安全这一块做了严格的把关。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的品质我们创新那我们刚刚就谈到永续嘛，所以我们公司还发明了一些，也不算发明啦，就是改善，比如说每一个摄影机的电力瓦数需求量，我们还特别针对这个电力瓦数的需求量把它降低，我们还得了奖。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分析了整个市场，就是在 user 它的使用量来说，其实你很难想象。现在我们举例一个data center 好了，我们叫什么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它有我忘记那个数据，应该有60%以上的花费是在哪里？电费。对，在电费。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我们这个永续的概念，其实他们降低这个电量，不是因为要帮客户省钱，他们其实就觉得我降低电量，我可以保护地球。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坚持跟我们对于 ESG 的相信，所以我们反而帮客户创造了另外一个很棒，就是你看整体成本的一个有效的使用方法，对不对？所以就是好的循环。对，所以我们在爱地球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爱公司，可以帮公司省钱。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目标我们很清楚，我们要巩固我们的核心，我们不断的在进步在往前发展我们的技术，让我们的品质能够更好，让我们能够依照客户的需求提供属于他们想要的这个不管是解决方案或者是产品。那再往外扩，我们想要持续的为这个市场、为我们的客户、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好的服务那包含了我所有的教育训练不同的小工具的提供，或者是我们所谓专业的服务那再往外扩就更大了更高大上了，就是我们谈永续，我们谈 ESG， 我们谈网络安全我们谈这个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我还是想提一个
这个是我个人的哦，就是我们很喜欢现在在不同的便宜网站去买很多便宜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很多非常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其实它很快坏。因为它很便宜，所以你就想随便买。它就有点像是季抛、月抛那种感觉。其实它对地球真的不好，你真的是伤害地球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品质啊？我们希望至少一个产品用5年到10年是基本的，因为我们可以减少地球对于这些产品消耗的负荷。所以这也是一个永续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品质？其实品质除了我们减低客户他的不开心、使用不开心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也可以连接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永续的精神。哇，真的非常谢谢总监的分享我也很开心我能够在这家公司上班。真的，因为总监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感觉是整个人都有光，而且我都感觉得出来是真的很赞同这一个品牌价值，对，还有我们的理念呢，对，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呢。对，你又在发光，他的眼神都有光，所以听起来，看到这一支镜头，可能都我这一集节目都不会看镜，因为我一直在看总监，我一直在帮你打光，对，我一直在看你。你看我现在总监是太阳，我是月亮，真是反射。我们 Life 透过你的月亮光都可以照亮。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总监这一次的分享，所以我们也希望本集节目也可以给在产业内或是产业外来看看我们全球第一领导品牌这一些的品牌精神啊、核心价值等等的。那透过这些分享呢，就希望可以带动整个产业内啊，或者是产业外它的蓬勃发展。那再次感谢总监，谢谢。所以如果各位观众有任何问题，欢迎都在底下留言哦，我们也都会请到 SS 的同仁伙伴来为大家解答。今天安防制造引擎的单元就在此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集见，拜拜。